哎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7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哦，太热了，3公里到这儿，把水放下。看，这就是昨天那兄弟的，估计还是冻着冰呢。早上好。腿没事了。这是哪件衣服？盐城马拉松。盐城马拉松，我都不知道盐城在哪儿。盐城是南通的北面。南通的北面。连云港的南面。可以，我都没去过。盐城马拉松哪一年？2021年。对。小伙伴们看，新的帽子怎么样？这不是在平常的途径买的，是专门卖这种，就是各个跑队还有稀缺的装备。我一看发货从苏黎世寄过来的。寄了6天，周一的上午买的，昨天周日的下午到的，7天，对，从买到拿到，不便宜呢。这帽子100欧，但是为什么买它呢？因为就我盯这个款式盯了好久了，我不知道它出了多久，我感觉得有1年多了，一直都没货。那天突然看到有。赶紧下手，而且特别巧，卖家的那个商店，那个老板或者是负责人吧，可能是咱们频道的观众讲英文的，因为我看他在 ins 上给我点过赞，然后我就问了人家一下，我说能不能有个小优惠啊？人家说那给你免运费吧，我们再送你一个小礼物，没告诉我是什么。就是照片里这个是一个钥匙链，这个帽子它这不是红的，是那个恩跑团那个橙红色，是恩跑团的限定款。另外还有一个事儿给大家看，周末跟大家说了，可能好多小伙伴没看，看没？我不知道拍没拍到，这儿，哎呀，这是那双 Adidas 9，4月底5·1的时候买的，这刚7月初，而且确实没有跑很多，300来公里的样子，这怎么就能这样呢？就这个事情我是不太能理解，不太能接受。行，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夏天跑步太热了。这帽子和最近戴的这些 Nike 的是这2年的不太一样，这帽子还是之前的货号，就是它不是现在那个分就是大号、中号和中号、小号的，它还是均码的那一款。我特喜欢均码那一款，因为均码那一款后边的那个松紧弄到正中间，就是严丝合缝的对上是正合适的。现在那个分大小号那个，大号戴着稍微大一点，小号戴着又小一点。你们看我之前戴的白色那款是小号，然后黑色那款是大号。有小伙伴说到了夏天没法练，是没法练，太热了。我这刚跑20多分钟，每一步都很艰难。那上周末那个足里天湖100公里，然后又是个大晴天，特热，然后完赛率只有58%。他这58%就是按关门时间内完赛的。关门时间外回去也行，但是就不算在这比例里。那个挺有挑战的，明年再去。那天把今年底的台北马拉松给报名了，现在是成绩达标的，达标直通成绩的小伙伴可以报名。要求挺低的，好像3小时30还是3小时20，不记得了。就我这年龄组就能直通。这夏天训练没什么秘诀，就是忍着。但是我经验是，夏天不能完全放弃长距离或者配速跑。上个周六的早训练我没来，是因为受伤。从这周又开始，至少每周六早晨要集体跑一个中距离的配速跑，15到20。然后平常的轻松跑，早晨的训练还是要以半马为主。
但是今天应该会少一些，因为伤刚刚好。昨天跑了一个21，没有问题，没有特别感觉。今天收一收，然后明天再收一收，或者明天休息，明天当休息日可以。然后后天来周三的强度课。如果后天周三的强度课没有问题的话，这伤就算是彻底过去了，翻篇了。你看多好！但是其实新的烦恼又来了，但昨天夜里睡觉落枕了，现在我不能向右边扭头，特别疼，钻心的疼，这个右肩。所以我老跟小伙伴们说，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理解，就差不多到了37、8岁以后，很少有就是每天哪儿都是舒服的，真心话。运动员也一样，你看专业运动员们，27、8岁的马拉松运动员们，他们也一样。你那个训练强度下，不可能身上每天起来都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的。那只不过就是特早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，和我不能说和伤痛和不适能够共处。因为就算你什么都不干，也有可能每天都不舒服。你比方说我这不就落枕了吗？我还不敢开，就一直开空调睡觉，就热醒了开一小会儿。还特怀念在北京的时候那个空调伴侣，后来就是智能家居的空调。这儿这个空调最高级的设置就是设一个睡眠一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就开始工作了，然后工作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，反正你设置，它自己就关了，就不再开了。我今天6点半约了观众见面，还有1刻钟。另外，有时候夏天怎么激励自己呢？你要不是买一帽子吗？对吧？你买个新东西，可能就能激励自己2礼拜。这夏天很快的，你看现在7月，我估计再过6周就凉下来了，就不这么炎热了。它只要出了这个湿度大的季节就好了。像上周那个韩国马拉松就是湿度太大了，那天体感估计要30多度，大家都跑得很崩。下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理解的到后边怎么样算崩，怎么样不算崩，或者说为什么会崩吧。这昨天的会员节目里我说了，我总结了几场比赛，有的是经验，有的是教训。今年还有几场硬仗，今年最起码神户是一场硬仗，因为神户是不会太凉快的，运气好的话可能是16、17度，运气不好可能就是23、24度，也是海边的赛道。偶尔穿这个薄底鞋也挺好，就是确实是太闹心了，这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对吧？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夏天训练，我从去年到今年的变化。以前我的夏天训练没这么难，一方面是因为年轻，还有一方面是北京的夏天其实虽然气温跟这儿看起来差不多，但是要好得多，因为没有这么闷热，所以没当回事儿。我第1年到这儿的时候，那夏天都给我热懵了，然后也没有及时的补水。然后去年你们看我总在那个大本城那饮水点喝那个自来水的那个水，直饮水。然后到去年夏天末期，我突然想到说要不要补电解质，买了这边的一颗无糖的电解质粉，那感觉不错，就是拿水壶来有点麻烦，来回3公里要拿着，到这儿就能放在路边了。然后今年开始，你看今天我也带水了，今年开始喝麦胜那个电解质冲剂。我现在到夏天了就喝有糖的，冲出一壶几百毫升的话，那一袋有40千卡，有一点糖还可以，会稍微觉得有点劲儿一些。我觉得喝电解质水比喝白水好，但是你得有这个补给的条件。
如果您像我之前在北京分享的经验，带一个一次性的食品袋，那就买无糖的，否则你手就黏了，它完全不洒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电解质水是个大帮助，就像以前听人说，这地里干农活的，到夏天都喝盐水，不太那时候还不理解，可能就是年纪大了也，就没有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顶了。那时候在北京夏天一个半马我都不喝水，从出门到回家。现在你看我现在是看看6点多公里，我距离上一次喝水才3公里，又想喝了。所以不管什么牌子的，或者您自己兑，我觉得比喝白水强，就电解质的饮料。但是我不推荐买那个就次训练都喝宝矿力那种浓度的，就是那种糖浓度的，那种糖浓度有点高了。那种你喝一瓶300毫升的或者500毫升的，可能得有100多千卡了。那个可能就会有热量焦虑，或者说日常训练不需要补那么多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像我们周6那种强度训练可以考虑，但我仍然是这样建议，就是电解质和热量少的或者糖少的，然后加能量胶，这样会比较的直接。因为你想，你如果把一袋能量胶热量放在500毫升的水里，这样补的话，其实就我个人的体感来说，没有电解质那么的有用，不对，没有能量胶那么的有用。这已经是第2壶水了。7月7号星期一早晨7点39了。今天还是跑了一个半马，约的观众一起跑了，差不多跑了10几公里，聊聊天。今天跑得慢，5分14，跑了1个小时50分钟。那穿的是薄底鞋，真的跑不动。这季节越跑得越慢越累。所以你看我在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夏天都是能跑快点跑快点，早点结束早点结束。到夏天都这样。但是你就这么想，一天一天的把家过去了就不后悔，就特别好。如果你过去了后悔了，那第2天就不能像前一天那么过。这不是说让大家冒进或者逼自己，当然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保持不了春秋甚至冬天的训练状态，就是时不时的逼自己一把，尽量别掉的太多。刚才跟那位观众还聊呢，为什么我比较喜欢春天的比赛，不喜欢秋天的比赛，也是这原因，就是太怕热了。就到夏天训练质量肯定会下降的，而训练质量下降以后，其实不是你的身体硬件告诉你状态不好，而是你心里有时候过不了那一关，比赛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的信心。而且现在气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秋天的比赛天气越来越不可控。你去年的秋天的比赛全是大热天，而春天的相对好一点。春天的现在有的也开始不太好了，比方说你今年的东京马拉松，对吧？突然一下就那么热，所以不知道看看今年的目标赛事和明年的目标赛事吧。然后明天决定是休息日，就你看我昨天跟今天都是一个半马，前天伤恢复的。前天5公里，昨天半马，今天半马，明天休息一天，这个周期打乱一下。然后周3是强度课6公里，如果周3顶下来没问题，就完全恢复，那就是3、4、5、6 4天一个周期，周6正好是我们集体跑中长距离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